哎，你们看清楚没有啊？在打人的女人好像是徐家大小姐徐倩瑜。哎，没错，是她。但那男的好像是韩家的大少爷韩启，这什么情况？韩家的这韩启是登徒子？不会吧？会不会是看错了？你们胡说什么？别什么阿猫阿狗的都往儿子身上扯，我儿子韩启才不是登徒子。是不是？你不会自己看啊？就是啊，我们又没眼瞎，还不至于认错人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别打了！彪哥，放心，我一会儿找你爹聊聊。至于你，我不找你。哎呀，徐倩瑜，你给我住手！他是你韩启表哥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韩启？那更应该打。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书，明知道澡房有人，还在外面鬼鬼祟祟张望，一看就是居心不良。哎，你给我住手！还有，给我闭上你的臭嘴！我都说了，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。嫂子，我一穿好衣服，就发现有人鬼鬼祟祟在外面走，我就从里面捡了一根柴火做武器出来了。一出来，我便见他在另外一间澡房门口鬼鬼祟祟张望。我怕那澡房里面的人有危险，便出手打人。只是没想到这登徒子竟是韩启，真是臭不要脸！我呸！姐，幸好我洗得快出来了，不然他在那儿张望，我名声岂不是毁了？什么？你之前在这澡房洗澡？韩启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居然想毁了我妹妹的名声，你还是人吗？诬赖！诬赖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为什么要毁你的名声？谁知道他有什么龌龊的想法？怕是他想打我妹的主意。哼，你们姐妹就是斗天，我也不允许你们进我们韩家的门。就我儿子这样的人才，以及我们韩家的背景，他想娶什么样的姑娘娶不到啊？需要打你们的主意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还当自己在京城呢？到底是谁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？不是打我们姐妹的主意，我就放心了。还有，你们可记住你们的话了。大家都知道众女眷在这洗澡房里面洗澡，你韩启居然出现在这儿，不管你是什么目的，都欠我们一个交代。毕竟你若不是不怀好意，也不会在这儿了。你说吧，怎么处理？交给我。你想做什么？不想另外一条手也飞上一飞，你继续拦。许无厌快速出手，一把抓住韩启的衣领，然后拖着他朝屋内走去。他不欺负小辈，所以只能找长辈。放开我！娘，救我！许无厌，你快住手！你放开我儿子，你听到没有？哎呀，你放开他呀！他是你表弟呀！很快，屋内就传来韩启的惨叫声。活该！没错，活该！嫂子，还是你聪明，提前洞悉了他的计划，不然我跟我姐就惨了。以后多个心眼儿，别谁的话都信。流放路上，什么牛马蛇神都有。徐家现在已崭露头角，想跟徐家攀上关系的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多。嫂子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我也是，我也听嫂子的。嫂子不但是个好人，而且聪明。嬷嬷，很晚了，你们赶紧洗了回去睡吧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你们徐家人就不能少给老子惹点麻烦？魏爷，我很无辜的，这不都是他们闲得无聊，想给大家添点乐趣吗？魏爷，他们喜欢表演，我们岂能不成全呢？这魏爷是越来越有意思了，所以他是谁的人呢？是敌还是友？他是不是皇后最后安排的那个人呢？李默回到炕上时，许无厌也走了过来，同时带过来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而此时韩家那边哀嚎声不断，我把韩家除老爷子之外的人都给揍了一顿，以后韩家靠近你们3丈，尽管打，一次打不怕，那就打2次，打到他们怕了，不敢凑上来为止。别以为自己不知道他们的龌龊心思，就因为这样，许无厌更厌恶韩家人，只会投机取巧，韩家彻底败了。一而再再而三惹自己，若不是因为他娘的缘故，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或许撕破脸皮之后，这男人可挺狠的呀。别想了，睡吧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韩家那边依然吵吵闹闹的，不是在骂韩云龙，就是在骂韩启，相当的热闹。少夫人，这是我们昨日做的，像锅碗瓢这些不怕雨淋的，可以绑在这独轮车上，我们轮流推着走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主意不错，平安，没想到你是个爱动脑子的。少夫人高兴就好。许少夫人，谢谢你。怎么又来谢我了？我今日没做什么呀。独轮车，你们帮忙做的独轮车，帮了我很大的忙，谢谢。这事儿不是我吩咐的。徐平安，你来一下，你要谢就谢他吧，应该是他帮忙做的。李平点头，对着徐平安又是一番感谢。陈夫人，你要谢就谢你自己，你把你的孩子教得很好，这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，所以你不用谢我。怎么回事？昨日不是无事吗？
我就想做个独轮车，刚好这驿站也有现成的材料和工具，我就出钱买了下来。他家几个孩子就跑过来帮忙，也想做个独轮车，不让他的娘那么辛苦。我看一下材料还有，就顺便做多一个给他们了。去吃东西吧，一会儿要出发了。在看什么？早饭。没看什么。哎呀，发烧了，玉龙发烧了，哎呀，好烫啊！娘，再不走都走光了，让他起来走路就行，别人发烧也一样赶路，就他矫情。哼，若不是信了他的鬼话，我也不会挨揍。该死的，这徐无厌下手是真的狠，疼死我了。我没力气走路，要走的话，哥，你扶下我。你就是装，赶紧起来走，我可不会扶你，你个害人精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！行了，你是男人，别那么斤斤计较。不管怎样，她都是你嫡亲的妹妹，看着她一点。我去要药。赶紧走！你们两个在这磨叽什么呢？快点！他发热了，我娘去要药了，再等一会儿啊！他发热关老子屁事儿！你背起的，赶紧走，要不然我抽死你们！快点！跟猪一样重，还吃那么多。休息了一天，队伍终于出发了。接下来再走5天，就会到鲁阳城附近。上辈子这几天没发生什么事儿，所以这几天他可以放松一下，好好想想鲁阳城的事该怎么破。许无厌上辈子在鲁阳城被陷害，差点丧命，后面逃过一劫，但也身受重伤。现在他们同坐一条船，自然不可能看他出事，而且他也是因为身受重伤才会去神医谷，才会遇到他。如果许无厌没在鲁阳城受伤，他们就不会去神医谷求医，不去神医谷，那是不是就不会有交集了？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旁边的许无厌忍不住摇了摇头，乔大夫人一惊一乍的样子，看来又在想事了。他很好奇，到底他在想些什么，表情会这般的丰富。夫人，你在想什么？林默一惊，他刚才竟不想让许无厌与那如天仙一般的姑娘相遇，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他怎么能这么自私呢？这可是许无厌的人生，他岂能改变他的大好人生呢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那姑娘能帮到许无厌，自己和他同乘一条船，自然也会跟着他占好处。夫人，你在想什么？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？没有。许无厌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假如有一个人，他可以保护你平安到流放之地，而却因为我的缘故让你们不能相识，你会怪我吗？你没发热呀，说的什么胡话？哎呀，我没说胡话。林默，你认真听好了，我徐无厌不需要人保护，懂吗？我若是因为需要他的保护才跟他相识，我是在利用对方，那你想过没有？对方也可能是在利用我。林默愣住了，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他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呢？夫人，你想过我们如果真的有缘的话，不管别人怎么阻拦，我们也会认识，所以你不要多想，我跟你说过，一切有我可不是跟你说说而已的。许无厌眼底闪过一抹深意，都已经走到这儿了，皇帝的探子都已经撤了吧？那接下来有些事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。徐家的男儿再落魄，也不会让一家老小跟着吃苦受罪。哎呦，哎呀，该死的贱人，你居然敢撞我！推车是我的，你不能拿走，你敢再碰一下，我跟你拼命！灵儿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娘不用你替我挡。娘，我没事，我不疼，我是我们家的男子汉，我能保护你。切，这就是给你的教训。加入陈家，你就没有资格说不，我要你就得给。李萍终于爆发了，他猛地朝陈志华冲去，直接把他推倒在地，然后用力地朝他踹去。我让你打我儿子，我让你抢我的东西，陈志华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休想在我这里拿走一样东西，休想！敢来，我打死你！原来被逼狠了，再温柔的人也会变得凶狠。林默嘴角轻勾，若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他以后必定与他保持距离，而现在挺好的。魏爷，你是想喝酒吗？这事与你无关吧？跟我没关系。魏爷，我就是想问你想不想喝酒，我是说了什么让你误会了吗？不要。哎，魏爷，老祖宗说过，管别人的家事怕是费力不讨好的。来啊，有空喝酒多好啊，我又得了一种新酒，魏爷不想尝尝吗？酒不好，我可不满意。包你满意。哎呀，这酒可难得啊，魏爷你可得省着点喝，我这也不多，喝完可就没了。都起来，收拾东西，准备继续赶路。
满意了？我有什么好满意的？这一路上总要有那么几个值得帮忙的，不是吗？林默朝马车走去。今日下午他要帮忙做鞋，你的麻烦要来了，你自己处理。有事，我说过，韩家人不许出现在我3丈之内。扶着韩老爷子的韩长青直接被徐无艳一拳揍飞了。韩老爷子脸色发白，他说真的，他不是跟自己闹着玩的，他是没有打自己，但却对自己身旁的人出手了，这跟打他的脸有什么区别？徐无艳他是真的选择跟他韩家撕破脸皮了。走吧，年纪不小了，还把别人说的话当作是过家家，以后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像，越来越像，这脾气真的像啊。转身颤颤巍巍地离开。这就走了？这也不像是韩家人的风格呀。明白了没有？以后讨厌的人一靠近啊，不用听他们废话，直接动手，打几次，打到他们怕了，他们以后自然看到你就跑了。果然没道德的人身心都愉快。刚才韩老爷子看你的眼神，似乎是有千言万语要跟你讲的。你说他想跟你说什么呢？应该是想拉下脸来求和吧，不用管他，不理就行了。韩老爷子还有用处，韩家人不会不管他，因为鲁阳侯和韩老爷子有几分师生情，韩老爷子手中还有一些人脉，就冲这些，韩家人不会让他出事的。不是，我刚才看他眼神是惊是惧，还有不可思议。看自己外孙用这种眼神，真的让人有些想不通。徐无艳心一动，想到之前的事，伸手把他从车辕上抱下来。哎，徐无艳，你干嘛呀？你放我下来！你干嘛啊？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？吓到你，我向你道歉。夫人，我有事问你，你跟我来。钱正昌要杀我，你是不是知道他是谁派来的？你不知道吗？你那蠢妹妹没有告诉你，她当时也在。感情就是你们都知道，就我不知道？他没跟我说呀。我以为他跟你说了呢。我估计他也以为你会跟我说的。到最后其实就我不知道而已。那你现在知道也不迟。钱皇后，钱正昌是钱皇后派来的，但是借差里面还隐藏着一个人，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谁，是钱皇后留的后手，一旦钱正昌得手，他就会动手杀掉钱正昌，以绝后患。如果钱正昌没有得手，估计他会出手杀掉你。唉，你说你这命到底有多少人惦记啊？老实说，前晚的黑衣人也是冲你来的吧？唉，他们盯着你不放，是不是因为你爹的缘故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已经让人去查了。这次流放其实就是皇帝借故发落世家，他爹首当其冲罢了。什么贪污案、办案不力，那都是借口。他爹已死，安平王府已没落，他也已经被流放了。徐无艳真的想不出来，为什么还会有人要追着自己不放。他爹死的时候，他们也根本没有见过面，也没有人说过有东西留给自己，所以为什么想杀他，他真的想不明白。想不明白的是，别想了，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不过你是不是在鲁阳城约了人见面？徐无艳愣住了，他昨天才传出去的消息，林默怎么知道？我猜的，上辈子他总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进鲁阳城，然后给了人陷害他的机会吧？肯定是与人约好才会进城，然后中了对方的圈套。徐无艳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就不要进城，进城你会遭受不白之冤，而且几乎丧命。我自然是信你的，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我会安排好的，你别担心。夫人，还有事吗？我没有怀疑你，我相信你，只是我爹的亲信到了鲁阳城，我必须去见他一面，这样我才能弄清楚一些事情。我知道了，你没有必要跟我解释。要出发了，走吧。接下来几日，除了赶路还是赶路，庆幸的是没事在发生。这一日中午，他们终于来到了鲁阳城外的驿站。老魏让他们这半日休息以及补充补给，因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怕是没有机会去买补给。林默问了一下他娘他们的意见，他们都想进鲁阳城看看，所以商量过后，徐平安留下来看东西以及照顾行动不便的徐大鹏，而剩下的人全部进城。徐平贵4个跟着徐无艳，而林默则是带着徐宪瑜还有林硕他们进鲁阳城逛一逛。林默看向了李平，问他要不要进城，可以带上他。李平摇了摇头，如果可以，你能帮我带10斤糙米回来吗？林默点头，
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来接我们的马车。你们有这个福利吗？哼，你们也就只配坐那破破烂烂的马车。下一秒，林默一脚把他踹飞了。3丈，不记得我帮你记一下，让你嘚瑟，踹死你！于龙，行了，上马车，正事要紧。哎呀，娘，我要那贱人死！该死的，他有什么资格嚣张？你被教训的还不够多吗？为什么要跑到他面前去嘚瑟呀？你怎么能蠢成这样啊？还有，你若受伤了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怕是就要让给别人了。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，你懂不懂啊？我就是看他不爽，凭什么？行了，哼，你以为我不恨这个女人啊？娘也恨不得杀了这个女人，但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她，懂吗？只要办好了今日的事儿，以后多的是机会收拾她。哎呀，好了，别生气了，一会儿让你小姨安排人教训她一顿，行了吧？现在收拾好你的心情，别辜负了你小姨的好意。好，娘，你直接让小爷的人绑了他娘或他弟弟，就不怕他敢还手。行了，你别想这些事儿了，整理一下自己，一会儿好好想想怎么抓住对方的心。娘，我知道了。大夫人小姐，一个穿着落魄的书生拦车，他想搭一程到城里。什么人拦车你都提啊？我小爷怎么教你规矩的？这分明就是一个乞丐，他有什么资格坐马车？跟他走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大家小姐不该抛头露面，还有像这种事情不该说那么多，让车夫直接走就行了。像他刚才这般尖酸刻薄，怕是会被指责没教养。啊，我是乞丐。算了，自己走吧，反正也没多远了。谁叫我倒霉呢？倒霉的人喝凉水都会塞牙缝。嗨，李维宁，好巧啊！这女人还敢出现在自己面前，她知不知道他们害得自己有多惨？老实说，你这副咬牙切齿的样子看着还挺吓人的。怎么吓唬我？那我走了，你自己慢慢走吧。哎，等下，稍我一段。坐好。林默赶着马车朝鲁阳城而去。老实说，你怎么会搞得这么惨？你这装扮真心比乞丐强不了多少。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还是人吗？哎，我怎么就不是人了？我救了你一命，还把客房留给你住，我还给你多续了1天的房费，这叫对不起你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忘恩负义。你们把我身上的银子都拿走了，你还说我忘恩负义？谁拿钱了？我看起来像是很缺钱的人吗？而且我像是这般没品的人吗？所以自己这一路是白骂了？自己可是骂了他们一路啊！他以为他们把自己的银子全部都给拿走，1两都没给自己留。你可真够惨的，估计银子是你在逃命的时候掉了吧？这个锅你可不能赖我头上啊！你们去鲁阳城做什么？这流放还能到处跑？他记得他们被流放的地方不用进鲁阳城的，补充补给呗，顺便给我娘他们进城找一个客栈，好好洗个澡。去客栈？我有个宅子，你们到我那儿去洗就行了。你们这么多人，去客栈也不方便。和你们有一样想法的人估计也多，这样一来便不知道要等多久。啊，会不会给你添麻烦？在李维宁的指挥之下，七拐八拐的，最后在一个小宅子前停了下来。你的私宅？我还以为你要带我们去鲁阳侯府呢。去了怕你们不自在，还是我的宅子好。说完直接带他们进去了，然后直接吩咐宅子里的下人烧水以及做吃的。等他们都洗干净出来时，下人已经准备好了饭菜。李维宁招呼他们赶紧吃，不用客气。你不是住在侯府的吗？为什么还私下里面买个宅子？我自己私下做了一些生意，有时候会见一些人，或者处理一些事情，在侯府不方便。他果然不是纨绔。吃饱饭，收拾好东西之后，林默带着人离开李维宁的宅子。林默把马车给寄存起来，随后便和他们在大街上逛。林默掏出一些零钱分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想买什么就去买。少夫人，出事了。林默皱起了眉，还是出事了。许无厌这个家伙白提醒他了。他没有追问下去，而是深呼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喊徐宪瑜过来。嫂子，你哥出事了，这个街你们不能再逛了，我让徐平山跟着你们护送你们回驿站，听清楚了吗？嫂子，你放心，我会把他们平安带回到驿站。他掏出一张银票递给徐宪瑜，让他出城经过粮店时买3袋大米带回去。吩咐好之后，林默便带着徐平贵等人离开。徐无厌这边
他双眼冷漠地看着对面的男人徐庆华，他爹最信任的人。这一身的青肿与狼狈看着还挺惨的。还有狼吞虎咽，在他的印象里，徐庆华可不是这般粗鲁之人，就算是恶狠了也不会这样。他的印象里，徐庆华不管做什么都是很注意形象的，再急也不会这般，所以也为难他装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算不算是本性毕露了呢？话说，吃饱了吗？少爷，王爷临死前嘱咐我给你带的东西，我藏了起来。走啊，我带你去取，咱们边走边说。下楼时，眼角余光扫了一眼酒楼四周，嘴角勾起一抹讽刺。他漫不经心地跟上徐庆华的脚步，对于身后跟着的小尾巴全当没看到。他很好奇，安平王府如今都这样了，到底是谁在背后一直想要他的命呢？在前面带路的徐庆华絮絮叨叨地说着话，而这个过程徐无厌只听不说，真真假假难以分辨，所以多听少说不会出错。徐庆华像是没有察觉到徐无厌沉默一般，一直说着安平王被砍头的原因。所以我爹真的是查案不力，被皇上下令杀了，以儆效尤是吗？是，贪污一案牵扯的人很广，王爷本来是想杀一儆百，但却没想到错杀无辜，这事被人捅到了皇上面前。龙颜大怒，立即下令当场诛杀王爷。错杀无辜，他爹可不是这样的人。话说，你跟我爹跟了多少年啊？少爷，30年啊！我从8岁开始就跟在王爷身边。30年，东西在哪儿？已经到了，就在里边。少爷，你在这里等下我啊，我进去拿。徐无厌双眼一寒，身体如鹞子般拔地而起，几支利剑直接落在他之前站的位置，摇曳的剑尾无情地嘲讽着他的天真。徐无厌刚落地，下一秒几个手持刀剑的黑衣人凭空出现，攻向了他。片刻之后，黑衣人全躺在地上。为什么？少爷，别问了，是我对不起王爷，对不起你，你杀了我吧，我不会还手的。徐无厌一脸冰冷，手腕一转，一个用力把剑朝徐庆华抛去。徐庆华猛地睁开双眼，身体往旁边一躲，剑从他刚才站的位置穿过，飞入屋子，直接刺入倒下来的横梁上。看着摇曳的剑柄，徐庆华脸色不是很好。不是不躲吗？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还有是谁要杀我？我就知道骗不过少爷。王爷为什么死，其实少爷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但谁要杀你，我也不知道。少爷若是想知道，可跟我去一个地方，到了你自然会知道是谁。为什么背叛安平王府？少爷，你别问了，我知道我欠安平王府，我下辈子会还的。你想知道就跟我走，你不想我也不为难你。说完，转身纵身一跃，越过一旁的矮围墙，瞬间不见了身影。徐无厌转身离开，并没有跟上对方的步伐。他没有打算冒险，徐庆华分明故意想引诱自己过去，指不定前面有什么陷阱在等自己。而也就是他转过身准备出去的时候，忽然从外面抛进来一团冒着浓烟的稻草。徐无厌意识不对，立刻捂住了自己的鼻子和嘴，但还是迟了一步。他吸入了2口，头一晕，整个人不受控制的一头朝地上栽去。我就知道他不会轻易上当，可惜啊，他还是嫩了点儿，低估了旁人。他的反应你倒是猜得准。怎么说，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，自然是有几分了解。慢着，人我已经帮你们抓到他了，那我的人呢，在哪儿？你把人给带上，到了目的地，我主子自然会把人还你。你没骗我吧？你们不会过河拆桥吧？哼，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反悔的余地？徐庆华，你现在就是一个过街的老鼠，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。扛起他，跟我走。被扔到马车上的徐无厌慢慢睁开眼睛，看了眼前面，随即又闭上了双眼。林默提醒过他这一趟会有危险，他不可能不多个心眼儿，所以当时他就给徐峰留了密信，让他去查徐庆华。原来徐庆华早就成亲生子，而他的妻子儿女在他爹出事的前几天被人掳走，这就是徐庆华背叛他爹的原因。徐无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，躲在暗处的老鼠懂得如何抓住人心，那他也一样，他们会威胁徐庆华为他们所用，而他也可以。随着外面的声音逐渐减少，
这是出了城，那徐平贵他们跟上来了吗？马车终于停了下来，徐庆华把他从马车上扛下来。徐无艳双眼露出了一条缝，打量着眼前的宅子。这宅子很大，很豪华。不对，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儿。忽然他就被扔到了地上，紧接着双手被人反抓，绳子在他手腕之间拖拽而过。不对劲。徐无艳睁开眼的同时，身体用力地向后撞去，想绑住他的人直接被他撞翻了。随后他向左边一滚，双脚落地，腰腹一个用力，人直接站了起来。少爷，反应能力不错呀，好身手。这些人是你们杀的？是我们杀的，但世人都会认为是你杀的。少爷，这是我送你的大礼，喜欢吗？徐庆华想到了林默之前跟他说过的话，他进了鲁阳城会蒙受不白之冤，他的话应验了。所以这些人的领头是你？这一把自己棋差一筹，输了。我爹的死也是你的杰作吧？我没想要你爹死，但你爹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，所以他不得不死。你爹临死前写了一封信给你，信在哪儿？你把信给我，我可以保证你死后你2个妹妹会平安无事。哼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？怕是你拿到你要的信，我和我的2个妹妹会死得更快。他爹待他如兄弟，而且30年的感情啊，他都能毫不犹豫地出手陷害他爹。我知道你不会信，但你也别想有人来救你了，你的人早被我们甩开了。徐无艳，10几辆一模一样的马车分别跑向不同的方位，你说就凭徐平贵他们几个要找多久才能找到这里啊？所以徐峰查到的资料也是假的了。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你是对方特意送到我爹身边的，所以我身边是不是也有对方送过来的人？你果然比你爹聪明，竟猜到这个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自小就被送到你爹身边，目的就是监视你爹。30年了，这么多年下来，我早把你爹当兄弟。说实话，他若不是多管闲事，查到一些事情，我也不会对他出手。交出来吧，交出来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，别连累你的2个妹妹。我爹瞎了眼，你确定我真的会连累我2个妹妹？我知道你聪明，但你应该也知道双拳难敌4手，在这里你能用的人也少吧？我能再问个问题吗？这是谁的宅子？你们屠了他满门不说，还栽到我头上。我猜这人应该和我徐家关系匪浅，而且还在朝中担任重职，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你比你爹聪明。没错，秦阁老的嫡亲弟弟。你说你杀了他亲弟弟一家的消息传出去，秦阁老还会为你家的事情奔波吗？他可是唯一相信你爹的人呐！啊，你还真狠！好，徐无艳，你不愿意拿出来，那就只能去死了。等你死了，我再杀光你身边的人，这信也就不重要了。黑衣人手中的刀剑全朝徐无艳砍去，去把人给解决了。2人点头，拔剑攻向徐无艳。徐无艳，你别挣扎了，你逃不了的，何不死个痛快呀？徐无艳，别挣扎了，认命吧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甚至你2个妹妹，我也会让他们死得痛快点儿，不然别怪我心狠手辣，虐够了他们，再杀了他们。是吗？怕是你没这个机会。他怎么来了？而这宅子的大门在林默的猛烈攻击下，终于不堪重负，咯吱一声开了。他把木头当武器，一个横扫，木头所到之处，凡被撞上的人纷纷被撞倒在地，口吐鲜血。少夫人威武啊！这一招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。一旁的徐庆华黑了脸，这些人怎么来得这么快？该死的废物，不过是阻拦几个人而已，这都做不到吗？再来啊，我保证不把你撞死。你没事吧？有事的怕是你吧？
瞧瞧他身上的伤，但心底却松了口气。能跑应该伤得不重，没有必要找神医谷的人。是有事，他还撑得住。说吧，你背后的主子是谁？你是谁？我夫人。她就是那个2嫁的寡妇，扫把星。如我妻子，你找死！你居然紧张一个寡妇啊？徐无厌呐，你之所以会娶的，不过是那位为了羞辱安平王府而已呀！没想到你呀，竟把一个寡妇当宝贝，你还真是个天大的笑话！林默手一伸，抡起木头，同时快速地把手中的木头朝他砸去。我夫人好暴力啊，好喜欢。还敢瞪我？怎么被砸一次滋味不够吗？还想再来一次？行，我这就成全你。你放心，我保证砸不死你。我寡妇怎么了？我2家又怎么了？吃你们家米还是花你们家钱了？关你屁事啊！再让我听到一句唧唧歪歪的话，我把你砸成肉酱。夫人别气，不值。娶妻当娶贤，我妻子很好，我很满意。二婚又如何？就冲她对我不离不弃，就比这世间所有女子都要好。所以对你们来说是羞辱，但对我来说却是庆幸。我很庆幸嫁入安平王府的人是他，而不是别人。不离不弃，他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？谁要听你说这些？你刚才的话我还你，想痛快点不受那么多苦，说吧，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。他们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会是叛徒，一个他们往日尊敬有加的长辈竟然会是叛徒。徐庆华脸色一沉，双眼犀利地盯着四周，正想方法突围的时候，背后突然一疼，他痛苦地扭过头。为什么？主上说了，任务失败，全部死。主上怕你苟且斗生，让我送你一程。话一落，他举起手中的匕首，直接朝自己脖子划去。另外一个黑衣人也举刀抹了自己的脖子。大业禁止养死士，是谁在暗中培养死士呢？他是谁？他根本就不相信你，不然也不会让人对你出手。这样的人，你确定还要替他隐瞒身份吗？我不会背叛他。说完，气绝身亡。到底是谁布了这么大的一局棋？若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，那这人的年纪最小都在45往上，位高权重且符合年龄的。快，都快点，就在前面，秦家满门被杀，快进去抓凶手！都给老子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了，快，别让凶手跑了！我们快走，从后院方向离开这里。大人，秦家真的被人屠了满门，都是死人。快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去查看，看看还有没有活口，快呀！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听，是不是有小孩子哭的声音？会不会是你听错了？你是不是把风声当孩子的哭声了？这孩子怕是这秦家的遗孤。夫人，走吧，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，官府的人就快到了。秦家还有遗孤，我不是坏人，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跟我们走，我们安排人把你送到其他亲人身边；二，留在这儿，等官府的人来之后，你跟他们走，但他们会不会伤害你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立刻做决定，我们时间不多。秦阁老是你的谁？大爷爷。我叫徐无厌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走？我以安平王府的名誉发誓，我会让人安全的护送你到你大爷爷身边。小孩缓缓站起来，而且朝林默伸出双手。快走！没过多久，林默一行人出现在了距离秦家宅子不远处的一处小山坡上。等他们回头，发现不远处的秦家宅子燃起了熊熊烈火。林默愣住了，所以这纵火的是官兵。这些官兵难道和那些黑衣人是一伙的吗？不对，他们的首领和黑衣人勾搭在一起。不清楚。爷爷，你安排几个可靠的人，找一辆马车，送他去京城找他的亲人。你不能送我去吗？我大爷爷会报答你的。这个恐怕不行的，我们被皇帝判了流放，所以没有圣旨，我们不能回京。一旦我们往京城方向走，怕是脑袋不保，而且还会连累你，所以我只能安排人送你过去。好啦，我们在这里等着，等马车来了，我就让人送你离开。我怕，我想跟着你，你可以让人给我大爷爷送信，让他来接我。夫人，可以让他跟着我们，等他大爷爷派人来了，
再让他跟着秦阁老派来的人走。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他们在流放，不是游山玩水。这一路吃不饱睡不好，而且随时会有危险，根本不适合带孩子。你叫秦元丽，对不对？秦阁老也不是你大爷爷，而是你的亲爷爷，你是他第二子的遗腹子，因天生不足，所以你右腿微跛。你出现在这里是想到神医谷去求医，对吗？秦元丽的脸瞬间变白，瘦小的身体忍不住抖起来。他没有想到竟有人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们会不会抓自己，威胁爷爷为他们做事呢？你吓到他了，别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愿意跟我们走，必定是听过安平王的为人，不是吗？爷爷说过，安平王是个英雄，是个可以信赖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安排人把你送回到爷爷身边，怎么样？我不能回去，姐姐，要不你送我到神医谷吧，我要把腿治好才能回去见爷爷，我不想爷爷被人嘲笑。神医谷？所以这神医谷是怎么也绕不过去了是吗？或许这就是命吧。好，再走3天就会到神医谷，我们把他送到神医谷去。另外你也写封信，把这边的事情告诉秦阁老，免得他担心，同时让他安排一下他的心腹过来照顾他孙子。还是夫人想得周到，这件事我会安排好。他夫人就是聪明。你这伤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？还有衣服不能穿了。所以劳烦夫人了。许无厌掏出金疮药递过去，林默怎么有一种自己给自己挖坑的感觉呢？林默让徐无厌坐好，给他敷药。徐无厌跟他说起今日的事来，等到说到对方有安排人要对他的2个妹妹下手时，正在给他敷药的林默手一重，好痛，这算不算谋杀亲夫啊？徐平贵，快一点！若真的有人要对徐宪瑜他们下手，而和他们在一起的他娘和弟弟肯定会有危险。好，少夫人你坐稳了。徐平贵点头，手中鞭子狠狠地甩向马背，马吃疼，跑得更快。你先别担心，我已经让徐峰他们先赶了过去，而且我也安排有人暗中保护他们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怎么可能不担心？你就算安排有人暗中保护，但如果他们派去的杀手多，我们这边妇孺多，很难顾得了他们的周全。抱歉，都怪我，连累了岳母他们。这事不怪你，若怪只能怪他们心狠手辣。林默摇了摇头，没有迁怒许无厌。风险与收获是并存的，他们母女3人不可能只享受徐家带来的庇护，而不承担徐家有可能带来的风险。现在他只希望他们没事。回到驿站的时候，天已黑。姐，嫂子，这让后面下来的徐无厌酸了。不管是小舅子还是他的亲妹子，他们眼里只有他媳妇儿，没看到自己。你们都没事吧？姐，哪来的小孩？怎么也喊你姐姐？嫂子，这小孩好漂亮，好可爱，粉嘟嘟肉乎乎的，想捏一把怎么办？路上碰到的，搭了一下他的便车，他胆子小，你们别吓到他。夫人，你先带他们进去吧，我去找下老魏，说一下这事。什么情况？这林默怎么带回一个小孩啊？瞧这孩子的长相以及衣着，一看就不凡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孩子。嘿嘿，这孩子不会被林默拐来的吧？你们胡说什么？他们也都是自身难保，谁会这时候拐孩子？拐来做什么呀？拐孩子吗？不错的点子。他们跟着我们，姐差那边会同意吗？娘，没事的，徐无厌已经去找他们说了。柳英顿时放下心来，伸手抱过秦元丽，然后给她拿今日买的点心。徐梦贤也围上去逗着秦元丽玩。你们回来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？有，可吓人了，不过化险为夷了，这还得多亏了林硕，林硕可厉害了。姐，有人要抓徐家2个姐姐。随后林硕便把当时的情形说了一遍，对方一上来就要他们交出徐宪瑜姐妹。徐平山自然不愿意，他把马车交给林硕，让他赶马车带他们先走，而他留下来拦住黑衣人。就算徐平山下去拦他们，但他们还是很快再次被黑衣人追上。而就在黑衣人把马车包围的时候，从其他地方冲出3人，他们拦下了黑衣人。可黑衣人太多了，徐平山他们就只有4人，4人也只能守在马车的周围，不让黑衣人靠近，但是想离开很难。负责赶马车的林硕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紧张的不行，他只能本能的死死抓着马的缰绳，不让马受惊，导致马车翻车。其中一个黑衣人突破了包围圈，一剑刺中了马脖子，马嘶叫了几声，疯狂冲了出去。
没跑几步，马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，而马车也失去控制，直接翻车了。摔飞出去的林硕立即从地上捡起一根粗大的木棍，恶狠狠地朝举剑冲来的黑衣人打去。被打中的黑衣人直接倒飞出去1丈远。对了，他力气很大的，他可以保护他娘还有徐姐姐他们，他答应过姐姐的，要保护好他娘。嗨，来啊，我不怕你们。他姐说一力降十会，他有力气，他可以的，他可以守护好家人的。嫂子，你都不知道林硕有多厉害，特别是他把抱着木头另一头的黑衣人给举了起来，又砸下去的那一幕，你不知道林硕有多酷，也是这一把直接把黑衣人给吓破了胆儿，不敢再恋战就跑了。我猜他们估计是没见过力气这么大的小孩。林硕，你太厉害了。也没有，我就是想保护你们，当时脑子一热就这么做了。弟弟做得不错，有没有受伤？林硕摸着头憨憨地摇了摇。姐，我们赶跑了黑衣人，换了马，准备往回赶时，又有6个不长眼的家丁来找我们麻烦。这几人被平山大哥直接放倒。平山大哥审问过他们，据他们交代，说他们是鲁阳城苏家的家丁，是他们夫人安排他们来的，说是要给我们一个教训。我走之后，你们有跟其他人起冲突吗？没有。那就奇怪了，这鲁阳城的苏家为什么要对我们出手呢？很简单，他是在为人出气。魏爷那边说好了吗？为谁出气呢？我们没赶到鲁阳城，没有得罪过鲁阳城的人呢。韩大夫人的一个庶出的妹妹的夫家就姓苏，刚好她就在鲁阳城，所以这是韩大夫人母女的杰作了。不行，这口气我吞不下。哼，他们似乎还没有回来，对吧？对。我拉马出去吃草，放马。许无厌下意识地向外看，天黑了，拉马出去吃草？哎，夫人，天黑危险。危险啥？我就在外面。怎么？我不能去放马吃草，缓解一下情绪？能。林默牵着马在附近的野地里走着，看着马儿嫌弃地拱着地上的泥土，林默摇头。冬天连草根都很少，他走过去，右手摸了摸马头，左手悄无声息地从空间里弄出一把鲜嫩的野草，递到马嘴边。吃吧吃吧，吃饱了一会儿带我去鲁阳城。他不断拿出空间里的草来喂马。林默眼底带着一抹冷意，他今晚要发疯，要缺德，他要享受下缺德人生。见马儿吃得差不多了，趁没人注意，直接带着马儿进了空间，随后就朝着鲁阳城的方向奔去。走出很远之后，他把马从空间里放出来，爬上马，抱着马脖子，小心翼翼地拍了拍马头。想吃好吃的就别把我甩下去，快带我去鲁阳城，稳着点。马嘶叫一声，小跑出去了。而死死抱着马脖子，双腿夹着马背的林默，那叫一个郁闷啊！他太难了，他不会骑马，等有机会得让他们教自己骑马才行，不然每次这般狼狈的抱着马脖子实在是难看。林默刚离开，在不远处负责保护他安全的徐平安发现不见他的踪影了，立刻赶过去他刚才所站的位置找人，但黑暗中四周却不见人和马的影子。徐平安没有任何的迟疑，立刻回去找徐无厌。少爷，当时少夫人就在这儿放马，可是我扭头跟人说了一句话，再回头就不见了少夫人和马的踪影。少爷，你说会不会是少夫人骑马到附近玩了？不可能，她不会骑马。大冬天哪来这么嫩这么绿的野草？这是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徐无厌下意识地把手里的野草藏在袖子里。他可能牵马往前面去了，我去找他，你先回去，这件事别惊动人，有人问起就说我和少夫人牵马散步去了。不错，挺听话的，没有把我给甩飞。说完，趁天黑无人，直接把马收入空间，随后进了城，找人打听了一下苏家所在的方向，直奔苏家而去。借助空间的掩护，大摇大摆地朝苏家走去，听着苏家大厅方向传来的喝酒聊天声。慢慢喝，等你喝完，你苏家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。苏家的库房，我来了。接下来林默一路搜刮，但凡他经过的院子都没能逃过他的搜刮，只要是值钱的他直接收了。他把库房里的东西全部搬空，箱子都不给留。这苏家还真是够有钱的。对了，还有厨房，把他家存的仓库里面的粮食全部都收了。这就是苏家惹自己的下场。他是缺德了点儿，但谁让他没事乱帮人出气，自找的这是。
等到苏家前院时，刚好众人正散去，苏家家主苏伟明正在跟鲁阳侯说话，而他旁边站着一个长相艳丽的中年妇女，而韩玉龙母女正站在他的身旁。哼，林默眼底闪过一抹不怀好意，他最喜欢成人之美，韩玉龙想攀高枝儿，自己一定会帮他。侯爷，走吧，咱们到书房去说下其他的事情啊，就让我这外甥女儿陪令郎在这里走走等你啊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可以。而他们一走，苏夫人和韩大夫人也借故走了，只留下他们两人独处。二公子，我们去前面走走，可以吗？韩姑娘请。先在前面走着，不时回头和李维宇说着一些京城的事情，而李维宇也有意迎合，两人很快就抛去一开始的不自在，变得熟悉起来。韩姑娘和这鲁阳城的姑娘当真不一样，不管是见识还是学识，都比他们好太多了。二公子夸张了，你若不介意，可以喊我小龙。空间里面的林默看着这腻歪的一幕，摇了摇头。林默摇头，翻弄着空间里面的东西，忽然一个小瓷瓶进入他的眼中，催情散。林默不厚道地笑了起来，毫不客气地直接用了一点。这催情散果然好用，就这么一点点就能让他们对视时眼睛拉出丝儿来。林默偷笑，现在该是让他心想事成的时候了。林默直奔苏家书房而去，刚好听到苏伟明在说粮食的事，听到他说事成之后与鲁阳侯55分账。这些粮食是储备粮，如果不遇灾情还好，一旦遇到灾情，拿不出粮食来赈灾，被查到那是会掉脑袋的。嗨，侯爷何时胆子这么小了啊？这批粮食我们只是拿来卖掉赚差价，然后再从别的地方买便宜的粮食放进去，这一来一回就1个月的时间，咱们就能最少赚10万两。侯爷，你确定不心动吗？而且我们要是买陈年粮食放进去，能赚得更多。鲁阳侯没说话，皱眉思考着事情。侯爷，你莫不是嫌钱咬手不成啊？啊，这放到嘴边的钱不要啊！若不是北边今年粮食欠收，这钱也轮不到我们赚。这消息啊，我也是刚收着的，还没传开呢。侯爷，这机会若是错过了，再想这般轻松的赚到钱就难了。我就怕忽然有灾情。侯爷呀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啊！咱们鲁阳城多少年没遇到过灾情了？别的地方不是旱灾就是水灾，但咱们鲁阳城从没发生过。鲁阳城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啊，咱们都是上天庇佑之人，绝对不会刚好发生这种事儿。这生意一来一回就1个月的时间，就算真的有灾情，咱们也赶得及，根本就不用担心。真的1个月时间？好，记住你的话，1个月。1个月的时间赌一把，说不定能大赚一波呢。想到即将到来的天灾，林默嘴角处的寒意渐甚，就是因为这些蛀虫才会有这么多事。看来他一会儿还要多去一个地方，要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想赚差价，坑死他们去。不行，现在得先请他们去看戏。这一声尖叫惊动了不少苏家人，等他们循声过来时，刚好看到正亲得难解难分的韩玉龙和李维宇。爹，苏伯父。年轻人嘛，哎呀，情难自禁嘛，理解理解啊，毕竟谁没年轻过呀。维宇，男人就该沉着稳重，举止不该轻浮。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般轻浮的举止，你让旁人怎么看我们鲁阳侯府？再有下次，你看我怎么罚你！哼，不过是个女子，抬进府里做个贵妾便是。韩鱼龙是吧？等到了流放之地，我会让人把你接回来，抬到府里。维宇，走。小龙，我等你。随后跟上父亲的步伐走了。贵妾，他居然只是想把自己纳为妾室，而不是正妻。他们把自己当什么？谁要给他做妾呀？娘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？做妾？谁要给他做妾了？我要的是正妻。哎呀，是啊，三妹，咱们说的不是正妻吗？怎么是小妾了？切，我的好姐姐，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呢？那是以前韩家没败之前，
现在你女儿给人家做个贵妾，都是给了我家老爷的面子，不然就是一个通房。他可是未来的鲁阳侯，身份尊贵的呢。就你家现在这个情况，想给人家做正妻，差远了。谁让你们之前不答应这门亲事？不想嫁，明日我帮你们推了便是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啊，明天还得送你们出城。好了，姐，别闹了。小龙嫁给鲁阳侯府的二公子为贵妾，已经算不错了。而且你们也算有了靠山，也没人欺负你们了。好了，为了你们，我可是忙了一天，我要回去睡了。而韩云龙回房之后，闹了许久，闹累了，睡了。做妾，怪不得心高气傲的韩云龙闹成这样呢。哼，没事啊，你不想做贵妾，我也能成全你。看我对你多好。林默偷笑，扬了一把迷药给昏睡过去的韩云龙，然后把人收进空间，直奔苏家书房而去。林默悄无声息地进入书房，撒了一把催情散给苏伟明，等药效发作时，再把韩玉龙放在他身边。看着苏伟明摸向韩玉龙，林默冷笑着转身离开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加倍还之。韩玉龙，若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惹我，我也不会这般对你。要怪就怪你自己。出了苏家大门，林默看了下方向，直奔粮仓的方向而去。进了粮仓，看到粮仓里满满的新粮，林默毫不犹豫地收了。原本就想这样走了的，但想到自己或许可以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，他进了空间。再出来时，粮仓里再次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。可惜啊，不能亲自看他们狗咬狗的场面了。深夜了，也不知道他们要急成什么样子。回去了。黑暗中走出一人。谁？是我。徐无厌，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？回去吧。你就不问问我去干嘛了吗？为什么要问？你想做什么尽管去做，只是别像今晚这么让人担心就好。好。回去别说漏了嘴，我跟你娘说我们去喂马聊天。好，谢谢你。别跟我客气，林默，我们是夫妻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，这个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林默沉默没说话。过几日他就会遇到他喜欢的人，到时候他就不会这么说了。许无厌叹气，他能感觉得到，在这方面他很排斥自己，似乎不想跟自己有过多的牵扯。算了，慢慢来吧。走吧，夜深了。看来他娘很喜欢秦元丽。回来啦？怎么这么晚呢？聊得久了点，娘继续睡吧。好。林默这一觉睡得很沉，等他醒来时，发现众人已经醒了。抱歉，我马上起来收拾。嫂子，别急，我哥说了，让我们不要吵你，让你多睡一会儿。等他放好东西，吃过他们留给他的早饭，老魏这边就来催出发了。看到李平，林默想到他让自己买的粮食，忍不住拍了下头，转身找了个袋子，从马车上的粮食袋子里面装了约莫10斤重的大米，直接拎过去给李平。抱歉啊，昨晚忘了给你。没事儿。他还以为林默忘记了帮他买，做好了准备，这一路上挖野菜草根充饥。小六子再次过来催他们出发。六爷，再迟点出发，我韩家还有人没回来。对呀，六爷，你行个方便，等我媳妇儿和闺女回来，我给你包个大红包，真的。六爷，再等等啊！都给我闭嘴！准备出发，不走的、迟回的，全按逃犯处理。韩玉书虽埋怨自己妻女回来的晚，但这会儿也只能尽力周旋，努力给小六子说着好话，但小六子依旧不松口，只催他们赶紧走，再不走就不客气了。徐家人回来晚，你们就给他们通融，晚走。到了我家，你却半点情面都不讲，你们不但过分，而且不公平。你们这么做不就是徐家那女人会讨好你们吗？信不信我写信给人，我告你们。小子，你还真就说对了，我不但可以更过分更不公平，我还可以打你呢。你去告啊，去告啊，跟老子说公平，你一个被流放的犯人，你配吗你？耽误出发的时间还敢在这里唧唧歪歪的说是老子的错，我抽死你。还当自己是大少爷呢，敢跟借差叫板，欠揍。韩家人一见韩启被打，连忙上前去阻拦，一时之间现场乱成了一团。直到老魏带人来，韩家人这才老实起来。都说了，少给老子惹事，一个个都没耳朵听，是不是？
老子抽死你们这些不省心的东西，省得天天给老子惹事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我告诉你，我妹妹攀上了鲁阳侯，一会儿他们过来的时候，有你好看的。鲁阳侯？怎么样，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若是现在下跪求饶，一会儿我还能帮你求个情什么的，不然你就等着死吧你！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给你脸了，给你脸不要，那就不要了，反正留着也没用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学不乖的韩家人，只有老魏的鞭子才能让他们变乖。感谢韩家人这一大清早的就给自己演戏看，愉快了自己。老子就不该对你们好，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都给老子起来，立即出发！谁再敢跟老子废话一句，再耽搁一下，老子送他一顿辣椒炒肉！韩琦，你怎样了？疼死了！谁让你跟他们杠上了？吃过这么多亏还学不聪明啊？什么韩家第一人，不过是吹捧出来的废物，现在的形势都看不清楚，还在这摆架子，不是找抽是什么？韩老爷子绝望，韩家都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。走吧，该出发了。爹，那是不是娘和小龙妹妹？该死的贱东西，敢打我，一会儿有你好看的！哼，这是被暴揍了一顿吧？果然，那苏夫人可不是个善茬，也不是一个好欺负的。唉，都没有安排马车送他们，让他们自己走回来，真是够可怜的。夫人，你心情很好。当然，讨厌的人倒霉，我心情自然好。你难道不是吗？没错，心情是挺好的。姐，是不是鲁阳侯同意担保我们不用被流放了？对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回京了？马车呢？我要坐马车，我不要走路。一脸苍白的韩于龙，脸扭曲的可怕。他们没有一人关心自己，只知道关心自己有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。哟，搬救兵来了！鲁阳侯呢？快让他出来！老子好害怕哟！哎呀，儿子，你的脸……嗨，没事儿，小伤。你们一回来就啥事儿都没了。哼，没错，你怕了没？妹妹，你快告诉他你的好消息，是不是你已经和鲁阳侯府的二少爷定了亲了，就要嫁给他做正妻了？哎，你相信他能嫁入鲁阳侯府吗？嫁？哼，谈还差不多啊。鲁阳侯这个人精明的很，可不会给自己儿子娶一个对家族没有任何帮助的媳妇啊。怕？你倒是让鲁阳侯出来啊，说不定老子就怕了。妹妹，你倒是说话呀！韩大夫人脸色很不好。韩琦，你别说了，是鲁阳侯府的马车，肯定是鲁阳侯他们来了。妹妹，肯定是鲁阳侯的二公子来送你了，你快去迎一下他。难道真的是二公子来送他了？他是不知道还是不介意发生在他身上的丑事？你说来的可是鲁阳侯吗？不是。夫人，你这双眼还真不是一般的毒辣。喂，鲁阳侯，我妹妹在这儿的，你是来送聘礼的吗？鲁阳侯，其实不用聘礼，你只要帮我们摆脱流放，就是最好的聘礼了。你们在胡说什么？哟，你就是二公子吧？未来妹夫，我是你的大舅哥韩启啊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我很高兴认识你。得意地朝老魏方向看了眼，他未来的妹夫来了。老魏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看你还怎么嘚瑟？你们若是脑子有病，就赶紧去看大夫，不然在这胡说什么？还有谁跟你们是一家人了？谁是什么二公子了？滚！少来跟我攀关系。你不是鲁阳侯府的？我是啊。既然是，那就对了。你来找的人不就是我妹妹吗？她在这儿啊。说完，又把刚狼狈站好的韩玉龙给拉了过来，一脸的得意。你们侯爷和二公子让你来传话的是吧？我妹妹就在这儿呢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。李维年这会儿反应过来了，所以这是他爹和他那个好弟弟惹的事儿，而他们把自己当成是他爹派来的。他爹会给他那好弟弟定一个被流放的女子为妻，他倒要好好看看，到底是怎样的天香国色会让他爹同意这样的亲事呢？这算不算是冤家路窄啊？居然是昨日骂自己是乞丐的那个尖酸刻薄的女子，他爹的眼睛得多瞎，才会给他的好弟弟定这样的女子为妻。很好，若这消息是真的，传回去，他那好继母肯定会气得爆炸，然后又有的闹了。这可真是好玩了呀！你看什么看呢？
鲁阳侯让你来，不是有什么事吩咐吗？真不好意思啊，鲁阳侯可没让我来。不是他让你来的，你又是鲁阳侯府的人，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自然是找人。找人？那不就是找我妹妹吗？说没错的话，大公子应该是来找我的，对吧？怎么，有意见？哼，这怎么可能？鲁阳侯府的人怎么可能会来找你啊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大公子是不是来找我的？对，我就是来找徐少夫人的，有问题吗？他，鲁阳侯的嫡长子李维宁。什么？他是鲁阳侯嫡长子？他怎么觉得自己似乎在哪儿见过，就是一时想不起来。你是二公子的大哥是吧？那就更好了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妹妹和你弟弟定亲的事情。你还真说对了，我还真不知道。